不好了，3号样本发生大规模变异，正在污染其他培养单元，细胞活性完全失控。师兄，变异指数已经超过安全阈值3倍，常规稳定剂完全无效。是细胞膜受体突变导致的信号节点失控，给我一支靶向稳定剂。那不是还在试验阶段吗？没时间管那么多了。啊！哎呀，我就知道，只有师兄才能解决这种级别的突变危机。所有人放下手中的工作，公司有重要通知。公司为提升效率，经管理层研究决定启动优化计划。被念到名字的人即日起解除劳动合同。张磊、赵芳、Peter， 他这哪是为公司考虑啊，分明是趁着总裁不在铲除一截。张磊上周提出采购申请，结果被驳回了，说是超标。先听。一级研究部首席研究员陆源。开除陆老师？开什么玩笑？王总，瑞洛丽这个项目现在是最关键的阶段，如果你把陆博士开除了，那咱们这个项目……这是公司的决定。陆岩近期因为项目资金问题，多次和高层产生冲突，严重的影响了进度啊。王副总的意思是，我把80%的资金投入到核心试验，而非形象宣传，是错误的。公司往哪投资金不需要跟你汇报。陆岩，你已经被开除了，收拾你的个人物品，滚出公司。我知道王世昌开除我是想在瑞洛丽项目上捞好处，想霸占我的科研成果，但我绝不会让他得逞。王副总，瑞洛丽这个项目从立项开始一直都是师兄在负责，现在是项目最关键的时候，你把师兄开除了，谁来把控方向？谁说只有他能干啊？啊，来，有请。介绍一下，王耀祖博士，海外留学归国，从今天起，他将接任研究部首席研究员，全面担当瑞洛丽的项目负责人。王耀祖，这不是王副总的弟弟吗？他能行吗？陆源的那些老派方法早就该被淘汰了。我会引进最新全自动技术，效率至少是现在的3倍。陆岩，把你在公司里的所有研究数据还有资料全都给耀祖了。嘿，你别冲动。师兄，瑞洛丽是你全部心血，真的愿意就这样放弃吗？不是所有事都要硬碰硬，先做好你的事。师兄，王世昌，这一次我要用自己的方式守护住我的科研心血，还有盛海集团。陈瑞，赶紧把陆源的稳定剂配方交出来，别逼我开了你啊！我不知道，核心配比只有师兄知道。陆源，你怎么来了？公司招聘3级研究员，我符合要求，已经被录用了。赖着不走是吧？去，冲杯咖啡，不加糖，3分钟之内回来。嘿，怎么回事啊？我明明按陆岩的备用方案来的，怎么会有波动啊？你是不是改了稳定剂的浓度？师兄说了不能超过20%。我只是提高到30%，想加快点进度，能有什么问题啊？稀释超过20%，细胞代谢就会失衡。你现在就是在透支样本寿命，过不了多久
就会集体崩解。你少危言耸听！不好了，所有培养单元活性归零了，细胞全部死完了。我明明按照备用方案，怎么不可能？你擅自提高稳定剂浓度，导致细胞代谢毒素累积坏死，3年的样本毁了，全毁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哥，不是，王总，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我完全按照标准流程操作的，肯定是有人动了手脚。陆岩，肯定是陆岩在报复公司开除他，这样本只有他最熟悉，除了他还能有谁啊？陆岩，我告诉你，今天这事儿没完。瑞洛力是公司核心项目，损失至少3000万，我会通知整个行业，让你在生物科技行业里彻底他妈失业。师兄，你封杀我，下一批样本3天后就会因为缺少核心稳定剂而全面坏死，到时候损失不止3000万啊，王副总。你少在这危言耸听！我只是在陈述事实，而且我要提醒王副总，首先，瑞洛力核心项目专利的申请人是我，陆岩，不是盛海集团。第二，第3稳定剂的分子结构只有2个人知道，一个呢就是我，还有一个是在 FDA 备案库里。你弟弟刚才的操作涉嫌故意损害国家重大科研项目，按照行业条令，该封杀的是谁？不用我提醒了吧？陆岩，你以为你是谁呀？一个被开除的废物，你有什么资格在我这指手画脚的？我弄死你！我看谁敢动他！我看谁敢动他！苏总，您怎么提前回来了？我刚下飞机就听说实验室出事了，你们谁能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核心样本全毁了？我们在调查呢，是陆岩，他因为公司把他优化了，报复公司呢。对，这就是你找来的首席研究员？哥，现在怎么办？万一让他知道是我的操作失误了？闭嘴！那就把失误推到陆岩那儿去。你记住，等会儿咬死，这都是陆岩暗中破坏。稀释浓度的比例居然是35%，稳定剂的含量严重超标。王世昌，你究竟找了一个什么样的草包来顶替陆岩？不，是陆岩。样本的备份还有没有？有，3号样本在低温库有原始备份，但是重新培养需要2周时间，而且得要有人能精准掌控培养的环境。目前只有前首席研究员陆岩博士可以掌握完整的全套参数。苏总，陆岩已经被公司优化了，他现在就是一个3级研究员，他没有资格碰这些核心数据。王世昌，现在项目是生死存亡的时候，我要的是能解决问题的人。陆研究员，以你的专业判断，导致样本直接崩溃的原因是什么？直接原因是稀释浓度严重超标，导致细胞渗透压失衡。这种细胞株对于稳定剂的浓度变化十分敏感，最高阈值只有22%。而王博士今天的举动，无疑是启动了一个定时炸弹。王副总，你觉得呢？食药组经验少了。经验不足，就不该坐在首席研究员的位置上。即日起，解除王药组首席研究员的职务。就由陈瑞暂代。陆岩调回核心项目组，协助样本恢复。苏总，陆岩他只是一个3级研究员，他现在回核心组，不合规矩吧？我就是规矩。怎么，你有意见？没意见。好了，大家都出去吧，陆岩留下。老婆，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我今天要是不回来，你就让他们这么欺负你？说，你为什么不让我直接公开你的身份？
王世成他背后肯定有更多勾当，我想把他那条线上的人连根拔起。所以，你就要继续当底层研究员？明面有你，暗处有我，我们里应外合，才能看清哪些是人，哪些是鬼。好，我们夫妻俩联手，一起铲除公司的毒瘤。大家都暂停一下，我将隆重介绍张云帆博士，国际知名生物医学专家。从今年起，他将担任瑞洛利项目的高级顾问，全面负责后续的研发工作。时间紧迫，我就不多客套了，请把过去3个月所有实验数据和失败记录给我。这里的筛选路径太冗余，我将用最新的方法来增加效率。王总放心。好，不愧是国际知名学者。这是我导师雷蒙德博士参与设计的一切，怎么会在这里？张博士真厉害，不像某些人只会装腔作势。就是，这专业的事儿还真得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像原来那些野路子，早该淘汰了。所有系统全部被锁死，无法重启，无法进入底层命令。不可能，我的参数不可能触发这种级别的硬件锁死。这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也不知道。这是最高级别的安全锁死，触发原因是参数组合触及了设计者埋设的终极防护协议。解锁需等首部核心工程师3个月的排期，或者找当年参与定制设计的顾问陆野先生。怎么会是他？他不是……我绝对不会去求他。张云帆，我给你24小时，你要是搞不定，你就等着面临上海的控告吧。哎呀，老师，是我，云帆，我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想请您指点一下。什么事？这是一台定制的构象分析仪，型号 NX-7，触发了核心安全锁。我尝试了所有的标准应急措施都无效。你中了3级构象验证本回的预设权重。是，我想提高筛选精度。权重偏移超过阈值，系统判定为恶意参数注入。你记好，输入以下指令序列。太好了，搞定了。王总，已经恢复正常了。张博士，真有你的，我果然没看错人。只是恢复了部分基础功能，但运行很不稳定，部分高级模块仍被锁定，而且能转起来就是胜利。这点小问题啊，我相信以你的能力肯定能解决。看见了吗？这地球啊，离了谁它照样能转。哦，现在啊，我们就要把实验室这些陈旧的观念和记录逐步清理掉。瑞洛利项目必须打上我们自己的烙印。陆岩，只要删除你的技术痕迹，我就能独占瑞洛利的功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不是已经恢复了吗？临时权限过期了，系统检测到连续的不稳定运行，触发了最终防御机制，除非用设计者预留的唯一主密钥解除，否则这一切就是一块昂贵的废铁。除了陆岩，还有谁能解锁？还有一个人，我当年在国外研究所的导师雷蒙德博士。这台仪器的初代原型有他的理论贡献。那就请你导师过来啊！机票、酒店、顾问费我都照付。哦不，我加20%。王总，我导师性情比较淡薄，而且常年深入简出，很少接外界的商业咨询。
我没有把握。那得用尽你能想到的一切办法。要是你办不到，等着承担这次项目失败的所有损失。老师，是我云帆，我实在遇到了无法解决的难题，走投无路了。上次向您请教的 NX-7 仪器进入了最终防御机制，您有办法破解吗？情况我了解了，最新数据发给我。好，我马上把详细数据和故障日志发给您。不必了，地址直接发我，明天见。太好了，你马上把公司地址发过去，我要亲自接待这位大师。王世昌申请的那笔300万的维修费，收款方竟然是一个成立才3个月的空壳公司。这2年，王世昌经手的研发经费有5000万去向不明，法务部门在暗中调查，但王世昌很警惕。今天，他突然调走了近3年的纸质凭证，说是要审计归档。他是要销毁痕迹。我们得加快速度了，你那边呢？他最近频繁探查我的数据终端，应该很快就要下手了。小心。不急，我们等他先出招。哥，苏月对我起疑心了，那我们怎么办啊？必须先下手为强。这是瑞洛丽的核心图纸和实验数据，你趁陆岩不注意，偷偷塞进他的包里。明天一早，当着所有人的面拿出来，动静越大越好。咱不报警吗？报警？那太便宜他了。我要的是他陆岩在全公司的面前身败名裂，让所有人都知道是他陆岩偷走了公司最核心的东西，导致项目屡次失败。到时候苏月想保他也保不了。来，所有人停一下手里的活，公司有人举报，实验室有人私传机密文件。这是谁的包？我的。打开它。凭什么？凭你嫌疑最大。这个就是瑞洛丽的核心 U 盘吧？这还真是。不可能，师兄不是这种人，肯定是你们有人想栽赃陷害他。东西在他包里发现的，还有什么好说的？难怪项目屡屡出问题，原来是你偷了资料，暗中做手脚了吧？发生什么事了？王总，我在陆岩包里翻到了瑞洛丽的核心 U 盘，证据确凿。陆岩，公司给你机会，你就是这么报答公司的呀？东西不是我放的，还在狡辩，人赃并获，我现在就可以报警。人赃并获是吧？那我倒想问问你，这3处核心错误怎么解释？这3处核心错误都是只有核心研发者才知道的，明显是有人故意伪造栽赃。不可能，东西就在你包里找到的。你说是我偷的，那你告诉我在哪儿偷的？监控调出来看看。陆岩，你别给我转移话题，你就告诉我这资料为什么在你包里。我倒要问你，我为什么要偷有明显错误的版本？王副总，这样吧，你报警，我就等警察过来。如果警察来了查出是诬陷，我会告你和王耀祖诬陷和诽谤。你3号单元细胞开始大规模溶解，稳定剂自动投放系统失灵了，一切锁死了。张云帆，你不是说你老师能解决吗？他人呢？
老师不接。细胞溶解速度增加，再不解锁仪器投放稳定剂，所有备份样本都要被毁的。赶紧给我找，谁能解决，给他一辈子花不完的钱。陈瑞，把 iPad 给我。不是把 iPad 给他。这个密钥格式，老师，你是雷蒙德教授。云帆，这么多年了，遇到问题还是只会照搬理论，你还是没有学会该怎么与仪器交流。老师？什么老师啊？他就是我的导师 ，NX-7 仪器的设计顾问雷蒙德博士，也是你们口中的陆岩。张博士，你是不是搞错了？这陆岩就是个小小的研究员，怎么可能是你的老师啊？老师，对不起，我之前没有认出您，更不该在您面前卖弄。张云帆，你跟我说清楚了，雷蒙德他不是个外国人吗？雷蒙德只是陆岩在国外学术界的名字，当年在国外研究所，雷蒙德，陆岩博士是 NX-7 初代原型机的核心设计者，这台定制机根本就是他设计的。哥，你别相信他们，他们肯定是串通好骗我们的。骗你们？这是 N-7 实验仪器结构专利证书，上面专利人署名陆岩。我就知道没有师兄解决不了的事儿，他就是 NS-7 的研发者。嘿，证书不可能，你怎么证明这个证书是真的呀？王副总还不明白吗？现在最主要的是，如果还不解决这个问题，你将会损失更多的钱。好你个陆岩，竟然敢拿捏我！等过了这难关，看我怎么收拾你！陆岩，陆博士，是我有眼无珠，是我目光短浅。您能不能帮我们把这个项目恢复啊？只要您能恢复，您提什么要求，我都答应您。什么要求都答应？您能不能帮我们把这个项目恢复啊？只要您能恢复，您提什么要求，我都答应您。什么要求都答应？当然，只要你能让项目恢复，我不仅能恢复你首席研究员的职位，我还能补偿你100万。我让你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认你滥用私权，排除异己，并给你那些无缘无故开除的员工道歉。陆岩，你别得寸进尺。哥，你不能答应他呀，他算什么东西啊？闭嘴！王副总，细胞活系还能维持10分钟，10分钟后它会彻底失活。你还有9分30秒。王副总，现在可不是你咄咄逼人的时候了。陆岩，我可以给你更多。我不要钱，我要公正，不要交易。苏总，您怎么来了？苏总，您怎么来了？我来送一份监控文件。今天上午10点15分的时候，大家都不在实验室，实验室的监控录下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王耀祖手里拿的机密文件，正是今天上午从陆岩包里搜出来的那一份。王副总，你弟弟诬陷陆岩偷了文件，这件事儿你知情吗？你竟然敢背着我做这样的事！哥，不是你让我是让你好好工作，谁让你这样对同事的啊？苏总，是我管教不严，我要求立刻开除王耀祖，我愿意全程接受调查。王世昌，你过河拆桥是吧？啊，这些都是你支持我干的，现在把我推出去吗？你还跟我狡辩！现在给我滚出公司！苏总，
是我认人不清，以后再也不会有这样的事了。我向你们道歉。好，王副总，那记住你今天的保证，然后给那些你开除的员工道歉。我会向他们道歉。仪器3分钟后就会恢复，稳定器将在5分钟后投放。细胞指数回升，哎呀，成功了，师兄！多谢陆博士，多谢苏总。王副总，记住你今天说的话。其他的事儿以后再说，现在先以研发为重。是。妈的，陆岩、苏韵两个贱人，敢这么侮辱我！姚总，你凭什么打我，还把所有事都推给我？姚总，你凭什么打我，还把所有事都推给我？我那是打给苏月和陆岩看的，不打你，他们怎么善罢甘休啊？我告诉你，苏月手里肯定还有别的证据。真的？你是我弟弟，我能害你吗？等风头过去，再把你调到更好的位置。现在，我必须忍。那现在该怎么办？你甭管，我自有办法。王总，您找我？我要你仿制日落丽，这里是500万，事成之后，我再给你3倍。这是违法的。这里是500万，事成之后，我再给你3倍。这是违法的。违法？陆岩能用专利羞辱我，我为什么不能另起炉灶啊？张博士，你明明更年长，就甘心永远被陆岩压一头，把药研制成功，你就是新药的发明人，名利双收啊！啊！我需要完整的原始数据。数据我会帮你找，但是我需要你赶在陆岩之前把新药研制出来。王世昌最近一直在抹平挪用资金的证据，他和张云帆的接触也变得更加密切了。我这个学生向来把名利看得比研究成果重要，而且王世昌就恰好最会摆弄人心。你那边现在进度如何？日落丽的合成通道已经完全打开，我会加快速度，绝不让那些蛀虫有可乘之机。活性成分根本没办法稳定，没有完整算法，根本没办法进行下去。王总，我要的东西呢？1周了，别告诉我你连仿制都做不到。王总，没有核心算法，根本……我不管，陆岩那边已经进入最终阶段了，你必须赶在他们前面，数据调过来就偷，才给你3天，我要看到像样的成果。你必须赶在他们前面，数据调过来就偷，才给你3天，我要看到像样的成果。张博士，老师呢？啊，师兄在归纳最终阶段的合成报告，我把这部分核心算法给带回去。哎，对了，我有点事儿，要不你带给他们？好，行。哎呀，
你人真好。哎，谢谢啊。好，没事。最终的合成报告已经完成了，随时可以进入量产前测试。好，我听说张云帆昨天有所行动。他现在已经拿到了我给的核心算法。你是故意的？他如果足够冷静的话，就会发现我给他留的陷阱。你是故意的？他如果足够冷静的话，就会发现我给他留的陷阱。如果他用那套参数合成的话，短期内看起来顺利，但3天内他就会出现不可逆的毒性积累。那我们什么时候收啊？等他自己走到死胡同，王世昌贪功冒进，张云帆心存侥幸，这条路是他们自己选的。那就让这场戏演到落幕吧。王世昌以维修费的名义将钱汇入这个空壳公司，法人竟是王耀祖吗？王耀祖？你看这个，王世昌这2年通过王耀祖的空壳公司挪走了至少3000万。还算聪明，倒是挺会找自己人。不过这样也好，王耀祖很可能是个突破口。你打算怎么办？王耀祖贪生怕死，又对王世昌心存不满，他手里应该还有更多证据。你打算怎么办？王耀祖贪生怕死，又对王世昌心存不满，他手里应该还有更多证据。好，那我就去想办法会这个王耀祖，从他嘴里套出点话来。苏月，正好能从他那儿套出有多少关于我的证据，省得以后牵连我。苏总，这么巧？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自己就找上门来了。王耀祖，你好像不应该出现在这里。我知道我没脸回来，那王世昌对我也太狠了。苏总，我想了很多，我对不起公司，更对不起你。我知道王世昌很多事，而且我有证据的。之前我不敢说，怕他报复我。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其实我从进公司第1天起，特别的仰慕你。以前是我糊涂，跟王世昌同流合污，现在我只想帮你，也是想帮公司清除毒瘤啊。其实我从进公司第1天起，特别的仰慕你。以前是我糊涂，跟王世昌同流合污，现在我只想帮你，也是想帮公司清除毒瘤啊。这说话不方便，咱找个安静点的地方啊，慢慢聊。那我们上车聊。我知道你在调查王世昌的资金流向，或许我可以帮你。你能帮我什么？我能拿到他完整操作记录备份和原始合同。苏月，其实我一直很心疼你，一个女孩子在外这么辛苦，王世昌他们根本没把你放在眼里。谢谢你的关心。不过我听说王世昌最近在和张云帆接触，他们不会对我不利吧？哼，以我的魅力还拿不下苏月，在这儿跟我玩欲擒故纵的戏码。苏月，你……王世昌到底想让张云帆做什么？他们是不是还有后手？我只知道王世昌让张云帆拿到陆岩的核心数据，其他的我真不知道。王耀祖，这
这点信息可不够。既然你已经和王世昌决裂，我自然会给你更多的好处。喂，请进会议吗？好，我马上就去。我刚才说的话可以考虑一下，等你真的拿到有力的证据再联系我。那么现在下车吧。我跟王耀祖见过了，他说王世昌让张云帆拿走你的核心数据，你说他们想做什么？我跟王耀祖见过了，他说王世昌让张云帆拿走你的核心数据，你说他们想做什么？王世昌大概想让张云帆用我留下的核心数据和框架继续推进瑞洛利项目，不过张云帆很快就会发现我留下的框架初期看起来完美，但是越到后期就会进入越复杂的代谢模拟，这会自动生成一种毒素，是长期的。那我们要不要提前做些准备？万一他铤而走险，跳过测试环节，会出大乱子。不用，我已经让陈瑞在公共研究室的检测装置里投入了检测设备，只要他敢把样本送去检测，毒性数据就会自动备份。还是你考虑的周全。张云帆太着急证明比我强，王世昌又一直在催他，我们只有看他们自己走进死胡同。真的成了，陆言，你也不过如此。魏师兄，张云帆的初级细胞测试显示合格，但是我调查他的系统后台数据，发现你之前提起的代谢物里有毒素，但他没发现。果然，他太急于求成了，继续留意他下一步的动作，还要注意王世昌那边的反应。好的，但是我看他刚刚拿着文件匆匆跑出去了，我觉得很有可能是去找王世昌啊。不急，收网的时机还没到。王总，初级合成成功了，只要资金到位，立马可以进入到动物实验阶段。你知不知道你这个月花了多少钱？设备、原料，早就超预算了。你知不知道你这个月花了多少钱？设备、原料，早就超预算了。研发后期投入大是正常的。正常。陆爷那边的进度一天比一天快，你现在告诉我，你需要更多的钱和时间。如果现在放弃，那就前功尽弃了。王总，你再想想办法吧。千万会想办法，但是你必须保证把瑞洛利给我赶在陆言之前做出来。是，我一定全力以赴。财务部，是我。新到的那笔融资款，你先转到特殊项目备用金账户。对，我会补签批文。王世昌刚刚挪用了今天的融资款，看来赵云帆那边已经把他逼急了。王世昌刚刚挪用了今天的融资款，看来赵云帆那边已经把他逼急了。资金链紧张，王世昌会更加疯狂。王耀祖呢？上次他透露的信息很模糊，他甚至以为拿捏住了我。是不是可以从他的嘴里再问出点什么？王世昌现在焦头烂额，没时间管他的弟弟。我们利用王耀祖逐一击破。好，那我再试试从他的口中掏出点信息出来。我去工作了。苏月，你主动约我，我真的开心。
道吧。上次听你说，你有更多确凿的证据，我考虑了一下，或许我们可以合作一下。当然，我哥最近挪了一大笔钱，我知道钱从哪个账户出去的，我还能帮你拿到他亲签的文件。如果你有更多的证据可以提供出来，那就更好了。没问题，不过你得给我个保证，这样我们才能联手。耀祖，司总，不好意思啊，耀祖他年纪小，不懂事，打扰一下，我先把他带走了。干嘛呀？你脑子被狗吃了？谁让你私自找苏月的？不只是想帮你套套话罢了吗？套话？我看你是被他迷得找不着北了吧？我警告你，你不许再跟他有半点接触，敢坏我大事，别怪我不讲兄弟情义！滚，滚！这就是你加快进度的结果。时间太紧了，我跳过了2个纯化步骤，杂质干扰导致的反应失控。重做要多久？至少2周。但是如果有路研那台 NX-7 分析仪，时间能缩短1半以上。那就买，我来联系厂商。但是如果有路研那台 NX-7 分析仪，时间能缩短1半以上。那就买，我来联系厂商。立刻帮我订购一台 N-7。抱歉，这位先生 ，NX-7是定制设备，需要原设计师的授权密使才能激活使用。我有钱还买不到？是的，除非设计师陆岩同意才可以购买。陆岩，又是你！王总，这怎么办？这不你管，我肯定想办法给你搞到这个破机器。王总，这仪器能行吗？别废话，先这么用。时间不等人，仪器烧了，快呀！切断电源，保住里面的东西啊！快呀！来不及了，完了，这下全完了。不可能，肯定有办法的。来不及了，完了，这下全完了。不可能，肯定有办法的。喂，周总。王市长，今天就是交付初步样本的最后期限，东西呢？周总，那个咱们项目最近那个技术需要调整一下的，还需要几天。技术调整？我怎么听说你的核心实验发生了严重事故？我肯给你投资，看重的是陆岩博士团队的技术信誉和项目前景。周总，你听我解释，我没什么好解释的，你们的重大过失导致了项目失败，就在这支付违约金8000万吧。8000万。哥，我怎么刚刚接到电话，说要以涉嫌欺诈和挪用资金起诉我呀？还说我是什么公司的法人，怎么回事啊？管他呢，大不了就是一个民事责任而已。民事责任？那是诈骗和挪用公款，金额这么大会坐牢的呀，哥。大不了就是一个民事责任而已。民事责任？那是诈骗和挪用公款，金额这么大会坐牢的呀，哥。咱实在不行，求陆源，求苏月，让他们出面跟投资方说情，说不定还能挽回呀，哥。你闭嘴，让我去求那2个贱人，做梦！不是，要不是你贪心，非要搞什么仿制，挪用什么资金，我们会落到这个地步吗？仪器是你买的破烂，实验是你催炸的，现在出事了让我来背锅，我他妈是你亲弟弟呀！亲弟弟？你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我告诉你，就是要死，也是咱俩一起死！想让我低头，门儿都没有！给我滚！疯了，疯了！王耀祖，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儿吗？我是来投诚的。陆博士，苏总，王市长打完了，我也快完了。
投资方要告我们，索赔8000万。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啊？王世昌是以盛海的名义拉来的投资，如果这事儿爆出去，对盛海的名义也不好吧？这里面是王世昌挪用公司资金一系列操作的所有原始记录和转账凭证。你为什么给我们这些？为了自保，也为了彻底咬死他。他不仁，休怪我不义。我可以当面作证，指认他是一切的主谋。不过，你们得答应我一个条件。你说。你们得保护我，不让我坐牢。投资方那边需要你们去周旋，你们肯定有办法的。你的 U 盘和证词我们会去核实，如果全部属实，并且愿意配合我们当然会保下你。我会全力配合你们的，只要让王世昌那个混蛋付出代价，让我做什么都行。我们当然会保下你。我会全力配合你们的，只要让王世昌那个混蛋付出代价，让我做什么都行。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会联系你。苏总，您一定要帮我。好。他给的东西不像是伪造的。王耀祖这时候肯全盘托出，一定是被王世昌逼到绝境了。刚才王耀祖亲口承认了所有指控，还表示作证意愿。这份录音再加上他交出的证据，将会是把他们兄弟俩最后置于死地的武器。王世昌现在一定没想到，自己不仅要应付投资方，亲弟弟还背着他反水。我们的关键还是瑞洛丽本身。只要瑞洛丽研发成功，就能彻底从公司拔掉王世昌这个毒瘤。通知生产部准备，瑞洛丽最终惊醒确定，已经可以启动生产程序。啊，我这就去。哦，师兄，张云帆那边还不死心啊？哦，师兄，张云帆那边还不死心啊？还在用那些残存下来的被污染的细胞尝试补救，想再做一批样品应付王世昌。没事，不用担心。等他的样品做出来，送到投资方或者是任何检测机构的那一刻，就是真相大白的时候。盯紧他的动物实验申请，有任何动向立刻告诉我。好。王世昌，就让你再苟延残喘一阵。王世昌，今天是支付违约金的最后一天，你要是拿不出钱，就等着坐牢吧。我不能坐牢，我不能坐牢。对，陆岩，我去找陆岩，我去找陆岩，我去找陆岩。我去找陆岩，我去找陆岩，我去找陆岩。陆博士，陆岩，我真的知道错了，是我猪油蒙了心，是我罪该万死。王副总，何必这样？陆博士，是我有眼不识泰山，投资方要我赔8000万，我拿不出来。只有你能救我，陆博士，只有瑞洛丽，只有这个项目活了，投资方才愿意撤诉。陆博士，我求求你了，救救我，帮帮我，陆博士。王副总，我只是一个小小的研究员，我拿什么救你？陆博士，我真的知道错了，8000万我真的拿不出来啊！如果项目黄了，我这辈子就毁了。王副总，你当初开除我的时候，可没给我留余地。是我格局小了，您大人有大量，只要对方愿意撤诉，我什么都愿意做。好，那我要你把你贪污的那1000万一分不少的打回账户。我一时间拿不出这么多钱。
那就没什么好聊的了。我们走。不，我答应，我全都答应。只要你们能让投资方撤诉，我什么都答应了。但是口说无凭啊。我一定尽快把资金转过来。证据一齐，你可以向王世昌摊牌了。证据一齐，你可以向王世昌摊牌了。王副总，你还是先解释一下，你这2年里从公司挪用的3800万科研资金，你通过你弟弟王耀祖在海外创立的空壳公司，然后流入你的海外个人账户，真是好手段。你怎么知道的？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刚跪在这里求我的时候，不是还在给你弟弟发消息，让他赶紧删除那些转账记录？哦，王世昌，你现在面临的不仅仅是投资方的问题，还有司法部门的调查。王副总，这场戏你该下场了。没有我，盛海早就完了。你们这群搞科研的，有个什么用啊？钱在我手里才能生钱，在你们手里都是打水漂。我告诉你，王耀祖那个废物早就把证据都删除了，你们什么证据都拿不到。是王耀祖逼我的，我识人不清，但我也是受害者呀，我被他蒙蔽了。他说如果我不配合，他就毁了我的前途，我没得选啊。王副总，你怕是不知道你弟弟已经……王世昌，你个王八蛋，你把一切都推给我是吧？还我逼你，你放屁！别急，好戏才刚开场，看他们怎么狗咬狗。这些转账授权书每一张都有你的签字，挪用资金的每一个计划都是你亲自规划的。现在东窗事发了，我成主谋了。你胡说！签名是可以伪造的，你自己贪心不足犯了法，你拉我垫背啊！你真是我的好哥哥，陆博士，各位同事，我今天就当着所有人的面指认，盛海集团副总裁王世昌才是所有事情的主谋。闭嘴，你个白眼狼！没有我，你能进盛海？现在你反咬我了，我是副总，他苏月不过是个执行总裁。谁也不能处决我！盛海集团的董事长有权利。苏远，你别以为我不知道，盛海集团的董事长那是神龙见首不见尾，有没有这个人都不知道。你跟我说在这儿，你糊弄谁呢？董事长就在这儿。现在我以盛海集团总裁的身份，向大家介绍盛海集团真正的创始人、董事长，以及在背后默默守护日落丽的人，就是站在这儿的陆岩博士。师兄，你是董事长？苏总，你这不是开玩笑吧？这是真的。你觉得我在跟你开玩笑？你一直在耍我，一直拿我当猴耍。算计你的是你的贪心，王副总，我给过你不止一次机会。苏总，我是被我哥逼的呀，我该交代的都交代了，证据我也交了，您跟董事长求求情，您放我一马吧。虽然你举报有功，但是你的确做出了损害集团利益的事，能不能保你，得看董事长的决定。董事长，您大人有大量，你看我举报有功的份上，您放我一马，这都是我哥支持我的。你个废物，现在知道咬我了，当初分钱的时候你怎么屁话都不说呀？你个废物，现在知道咬我了，当初分钱的时候你怎么屁话都不说呀？是你让我注册空壳公司，是你每次转账打钱，你敢做不敢认吗？啊！够了，证据齐全了吗？
王世昌挪用公司资金5800万元，证据确凿。王耀祖作为他的共犯以及嫌疑人，他的录音和证词都可以作证。此外，二人还涉嫌诬陷同事、企图破坏公司核心业务以及商业欺诈等多项罪名。报警，把他们押进警局。没有我，深海早就完了。投资是我拉的，项目也是我谈的，所以就能把公司的血吸干，把瑞洛丽的心血给挖空。王世昌，你动的不仅是钱，是瑞洛丽的希望，是盛海人的心血。报警。好，哥，我不要坐牢，你想个办法，哥。好你个陆岩，好一个董事长，你赢了。喂，我要报警。快点，别磨叽。跑！哎，站住！别跑！不好了，师兄，王世昌和王耀祖跑了，警察正在扩大搜索范围，而且张云帆也不见了。张云帆也不见了？什么时候的事？昨天下午就没看见他了，而且实验室里的生活物品都被清走了。知道了。师兄，我们要不要加派人手出去找？万一他们到时候……不急，现在最主要的是把瑞洛丽拉回正轨。王家兄弟他们跑不远，而且张云帆他带走的东西比留在这儿更危险。去通知项目组成员，我要开会。好。各位成员，过去这段时间，瑞洛丽的项目研发遇到点事情，但现在已经开始重启。我希望大家加把劲，这段时间努力把瑞洛丽研制出来。好。对了，师兄，那张云帆留下来的仿制药样本怎么办？全部封存，我要亲自检验。好，那我给你拿过来。神经毒性代谢物，张云帆果然跳过了全部检验。这是公司内7名与王世昌有密切往来，且在关键岗位上表现不符的员工，我已经按照公司规章制度协议和他们解除劳动关系了。公司的事情有你，我很放心。师兄不好了，监控拍到前天晚上张云帆带着一只低温储存箱离开了，这只箱子的型号是专门用来运输生物样本和低温药物的，而且监控只拍到了他去了城北客运站。看来他带走的仿制药样品数量足够多，我担心他的这批药品流入市场，那就糟了。那我马上去联系有关部门协助。我们必须尽快找到他，那种毒性代谢物不可逆，如果流入市场，后果不堪设想。找到2位可真不容易啊，2位逃犯。张云帆，你来干什么？看我们笑话呀？笑话？我项目失败，我1分钱没拿到，名声扫地，而你们欠了8000万，成了过街老鼠，谁更好笑？你什么意思啊？我仿制的瑞洛丽只有小小的副作用，就是服用之后会导致不可逆的神经损伤，但它的数据看起来完美，足够骗过初步投资。你什么意思？市面上都知道陆岩在研制新药物，那不如我们就再帮他一把，用这批仿制药把他们也毁。当然在此之前，我还要去找陆岩要一笔资金。你要让我们去求他？求？哼，我当然是要他们自愿交出来。你要绑架？王总，你还有更好的选择吗？等死，或者拼一把。陆岩把你的前程毁了，苏月把你逼到绝境，哼，你就不恨吗？
哥，千万别听他的，这可是重罪呀，哥！闭嘴！我们还有退路吗？我跟你合作，但是光我们2个不够，你也得来。我不去。不去？那我就把你交给警察，把罪都怪到你头上，你看他是不是相信你？警方还在继续扩大搜索范围，但他们很谨慎，再也没有出现过。我看过张一帆的毒性分析数据报告，他不可能不知道其中的危险性。他现在一无所有，而王家兄弟面临着数千万的债务和刑责，他们一定会凑在一起。你是担心他们会针对我们？不是担心，是预判。他们现在的共同目标太明确了。你现在随身出入一定要有人跟着，公司那边我安排了保镖。如果他们真的动手，这或许是个机会。你是想将他们一网打尽？但前提是我们必须掌握绝对的主动权，绝对不能让我们自己真的陷入险境。我会让陈瑞配合我们调整我们的公开行程，给他们留出恰到好处的破绽。剧本我们写，结局也必须由我们定。已出发，按计划行事。转过来。苏总，对不起，我也不想伤害你。只要你配合我，我不会对你怎么样的。拿到钱我就放了你。转过去。走。老师，别来无恙啊！巡番，含过氧化物的乙醚一发生爆炸，你不会不知道吧？那是当然，所以请您最好别轻举妄动。老师，跟我走一趟吧，我需要瑞洛丽最核心的算法，以及纯净合成路径的所有参数。如果我不给呢？那我们就一起和您这间宝贝实验室，还有里面所有的实验数据一起说再见吧。王世昌他们可没我这么有耐心。算法和数据不在这个实验室，都被苏月拿去他的办公室保管了。那就麻烦老师跟我去一趟苏总办公室了，请吧。再进一步就一步。怎么还没出来？一帮废物！再进一步，就一步。放开我，否则……否则什么？就把水洒在地上？水？不可能！云帆，你真是够蠢的，连柠檬酸着色剂都没认出来吗？保安！带去总裁办公室，小心点。是，陆董。走啊！就到这儿了吧，王耀祖。你干什么？苏月，你算计我！把这把刀保留好，这算凶器。是，苏总。把你的手机拿出来，给你哥打电话，让他立刻上楼，去公司验收成果。你休想！把他手机拿出来，用他指纹解锁。如果他不同意，那就以涉嫌绑架未遂以及商业间谍罪，连同他之前挪用公款的证据，立刻移交给警方，数罪并罚。你猜，你要判多少年？我打，我打！哥，苏月控制住了，
我已经把人带到办公室楼上了，你上来吧。嘿嘿，好，耀总，把他控制住，我马上来。耀总，人控制住了没？我们得赶紧。你们早就设计好了，故意引我上钩的。不然呢？等着你的那几位好队友，带着那瓶水来谈判吗？这场闹剧该结束了。凭什么？陆岩，你不过就是一个搞研究的书呆子，我凭什么事事都要听你的啊？盛海能有今天，靠的是我王世昌拉关系、打投资。盛海的董事长应该是我。人都齐了，联系警方吧。证据和报案材料我都已经准备好了。是，苏总。你们不能这样，我是公司元老，我是盛海的大功臣。你挪用的是公司的钱，毁的是救命的项目，功不抵过，何况是罪。好，移送警方，商业封杀。陆岩，你以为这就完了？我告诉你，我王世昌在海城混这么多年不是白混的。今天你们把我抓进去了，明天你们也不好过。你是指你留在外面转移剩余资金的那位秘书，还是你藏在境外那几个空壳公司的股东？很遗憾，刑侦部门已经同步更新到所有材料了。陆岩，你不会以为你赢了吧？我告诉你，自从我发现你们要开始查账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不会一个人下地狱。你把话说清楚，你到底还有什么后手？当然是要你们跟我同归于尽了。陆岩，你真以为你能算计一切？我告诉你，自从我发现你们要查账的那天起，我就知道我不是一个人下地狱。别急，我倒要看看他还有什么所谓的后手。如果我们3个人不能平安从这栋大楼里出去，又或者是说我们今天进了警局，那我就会立刻让张云帆这个蠢货弄出来的那些带着毒性的仿制药，通过我私人打点好的手段流向市场。你不是说只是拿样品去威胁他们吗？你怎么敢真的投放到市场上？你闭嘴！现在就在我们说话的这会儿，第一批货应该已经离开了仓库，正在去往某些小诊所，又或者是某个大医院的路上。那些等着救命的人会疯狂地买着印着盛海集团商标的新药。王世昌，你喊什么？现在已经来不及了，早就来不及了。接下来就是大量患者对药物的不良反应，是中毒，是可能闹出的人命。到时候盛海就会背负人命，还被辱骂。陆岩，你守住了实验室的数据又如何？苏月，你清除了公司的蛀虫，又怎么样？啊？你们要陪我遗臭万年，我要让你们万劫不复。你这个混蛋！你知道这会害死多少人吗？你怎么能干得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你们就跟我一起下地狱吧！怎么吓傻了？笑什么？我告诉你们，你们现在跟我求情，说不定还可以。陆董，我来向您汇报拦截的情况。说，遵照您预先的部署，
我们成功的拦截了一批正准备运出的、印有仿冒我司商标的所谓的瑞洛丽胶囊，共计120箱。所有的涉事药土均已被安全封存，无一流入市场，相关的渠道也已经被损毁了。这是初步报告。不可能！你们怎么会知道我的最终计划？王世昌，从你第一次篡改公司的实验数据，直到今天，你就在为你的结局铺路。你太自负了，自负到以为只有你在算计。你想拉着盛海一起下地狱，可惜，从一开始，你就从未走出过盛海的大门。把王世昌、王耀祖、张云帆3人押送经侦和药监部门，他们3人将为他们犯的错承担所有法律责任。各位，经过严谨的3期临床试验，瑞乐丽在主要疗程终点和安全性指标上均达到预期，成功取得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上市标准。这意味着我们在新的1年里将为更多的新的患者带来新的幸福。陆董，上周培训新入职的员工已经全部完成了专项培训，全员通过考核，新的内部监督通道也已正式开启。叫什么陆董？以后公司的管理就靠你了。苏董。啊！你放心，我一定管理好公司，让你安心搞科研。辛苦你了，老婆。还好，一切终于尘埃落定了。现在毒瘤清除了，制度也完善了，瑞乐丽也成功上市了。我们和盛海迎来了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更好的开始。